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在之前的影片，我跟大家讲过为什么我会离开960，是因为要参加接下来他们即将要进行的地狱级 KVK。那相信各位也知道我们的匹配结果了，就是匹配成功了。那这个地图就可以看到，几乎每个王国都是有配件的，就跟以往我们看到的地图有点不太一样。在之前我们看到多数的仙服王国呢，可能就只有一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，可能官方是有考虑到，如果只有一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的话，可能会有人数上面的劣势，所以他们现在都是有搭配多个王国了。但是3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不代表他们是最弱的，他只是可能战力比较低，然后他需要其他账号来配他们的战力而已。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2377是在上面的位置，然后2489是在右手边的位置，1606是在下面，然后88的王国也就是3535他们是在左手边的。这里分别是有4个仙服王国，1606跟2377是属于金色仙服王国，就是他们的战力会比较高一点，就刚好在上面跟下面啦。因为现在这个地图呢是没有办法再选择我们的出生地了，所以是官方分配的。但如果是根据之前的版本来看，就是还没有改之前呢，上面的阵营通常是比较强的联盟，比较强的阵营会选择，下面就是第2强、第3、第4。但是现在它的分配方式不是这样子啊。如果以实力来讲的话，其实这个地图里面实力最弱的就是这个阵营，左手边的阵营是最弱的。那其实他们的讨论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就是哪一个王国跟哪一个王国合作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一封就是 Arvix 的官方邮件啊，他叫我们小可爱。这一次的 KVK 的分配方式就是由2489，也就是我们加1606，然后对上2377加32513535，这个也是多数玩家想要看到的结果。因为我有去看了官方的讨论区，其实有很多玩家都讲，如果2489跟2377合作的话，他们将会弃权不玩这个地图。而且我看到比较多的玩家都比较愿意就是2489跟2377分开啊。但如果是根据他们王国的玩家来讲呢，其实比较多越南玩家在这2个王国啦，所以合作的可能性其实是很高的。不过就如同预期那样，就是2489跟1606合作，至于他们外交里面有讨论什么东西呢，这些是不被公开的，而且我也没有在外交群，所以就不能讲啦，除非是真的有玩家丢去讨论区，可能我们在讨论那些事情。不过我看我的评论区有一些玩家就说到，其实2489跟1606在之前就已经有预先要合作的可能性了，但这个我不清楚，我也没有去问啦反正最后的结果也是2个合作啦，也不需要问那么多了。那么这边 Arvix 就说到，说实话其实他也不知道1606跟2377到底哪一个阵营比较强，因为1606他们有更多的数量，因为他们有3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嘛，你们可以看到刚刚我有讲了。但是2377有更长的 recovery time， 就是他们打完上一次 KVK 的时间是距离蛮长一段时间了。各位还记得吗？他们上一场 KVK 就是 1v3 的 KVK。 1606的话好像是跟2489同一个时期结束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就讲他们其实近期才刚结束。2377应该休息了2次或者是3次的报名 KVK， 所以2377有更加多的资源跟加速，这里有说到。所以 Arvix 认为说，如果是消耗战的话，其实2377会更加有更高的概率会获得胜利。那他这边就有说到，现在多数的仙服王国就是结果呢都是以消耗来做收场的，就很像960跟1093之间，就算1093人数有很多，但是960是以他们的能力，就是他们的资源还有加速去消耗1093的，所以他这边也是提到很正确啦。哪个王国有更强的意志力，还有更加多的资源加速，就会获得胜利。那当然2377他们也是2者都有啦，不管是资源加速还是他们玩家的精力都比较充足。所以这边 Arvix 就有说到，即使是这样子，即使他们是朋友也好，但是在这一次的 KVK 他觉得最好就是去对付2377，去对抗他们，而不是跟他们合作。而且也不用说这一次我们将是会经历最难的一场 KVK， 因为我自己也是跟2377打过，他们不简单，他们真的很难打的。你们还记得之前我在960跟2377打的时候吗？哇，真的快要累死了。然后他这边有说到，我们在第5区的时候就会跟2377见面，所以 Arvix 其实他是预计我们会消耗光我们所有的资源跟加速。
他讲如果你们在这之前就已经消耗掉了，那你们就去申请2748的移民。为什么？因为2748他们也是要开始 KVK 了吗？这个我不清楚。所以这边做总结，最好准备好我们的资源跟加速，最好预留几天的时间去休息，还有邀请你们的朋友来帮忙打架。那其实他这边就有讲要帮忙的事情了，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地图里面，多数王国都是会有帮忙的，不是只有2489而已。还有就是不要在失落之地那边讲一大堆 trust talk， 就是那种废话、嘲讽的话之类的。我会在战场上跟你们见面。现在我们回到 F2P 的王国，继续去打我们的野蛮人，野蛮人存在等着我们。这个是Avix写的，不是Eva写的。因为Eva他的职务相当于是Avix的秘书吧，有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哦，这个可能是Eva写的。OK， 大概是这样子了。因为2489近期才接收了一般移民玩家，然后有一些移民玩家呢，可能是刚结束 KVK 就已经跑过来了，所以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实很缺资源加速啦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开野蛮人城寨，要 recovery 自己的账号。OK， 那我们讲一下现在这个 KVK 的情况是怎么样。那2489是在这个位置的，然后1606是在这个位置，基本上它是这样子合作啦，这样子斜着过去，但是它这个线画的有点不是很好所以你们可以看到2489这边的战力有多少，然后我们的同阵营盟友2654有多少，这里也是有写到1606他们的联盟，其他的王国的联盟可以大概看一下。因为这边可以看到战力比较高的就是1606这个阵营，还有88的那个阵营3535，他们的战力是比较偏高的44 billion， 然后这边是56 billion。击杀的话，这边1606跟2377这边的击杀数会比较接近一点，但如果是说人数的话，其实2377跟2489的人数会比较接近，然后击杀也会比较接近，战力也会比较接近，所以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在关卡4开放，也就是第5区域的时候，就是2377跟2489对战，因为双方都是有另外一个配件嘛，有另外一个王国跟他们在同一个阵营里面，所以这样子对战是比较公平一点的。然后1606就会跟这3个王国的阵营对战，在第5区域的时候。那么各位也知道，之前我在960的时候是有跟2377对战过的，而且我是很敬佩2377啦，尽管那时候我们是打败了2377，但是2377他们的执行能力，他们玩家的活跃度、策略还有计划全部都是做到很周全的，所以我这一次来到2489我也没有把握可以打赢2377啦，讲真话。所以对于2489来讲呢，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，再加上像刚刚 Avix 所说的，他们拥有的休息时间比较长，资源加速都比较充足，所以应该会很难面对。不过不管怎样呢，我也是会尽力去打这一次的 KVK 啦。那相信2377他们应该也是会全力以赴，因为就算是他们的国王已经离开了之后，他们也是打得很好，况且是他们现在之前的国王又回来了，那各位应该也知道这个消息了。再加上他们的王国里面有俄罗斯父子啊，所以也不好对付，还有看到之前我的一些战友之类的。那么大概是这样子啊，这一次的匹配结果啊，至于你们对于这一次的匹配结果还有我们合作的方式觉得怎么样呢？公不公平？还是你觉得说应该要怎样合作才会比较好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你们期不期待这一次的 KVK 呢？那当然 KVK 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会做直播啦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频道，然后等我们打 KVK 的时候再来一起看这一场 KVK 的表现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